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莲花楼凭什么引爆118亿 IR 帝国？一个角色改写行业规则。最近爱奇艺公布了一个数字，让整个行业都坐直了身子。在2026年世界大会上，爱奇艺宣布其 IP 衍生业务总营收达到了118亿元。这数字本身已经够震撼了，但更让人深思的是，在这场数字盛宴中，一部单季古装剧《莲花楼》作为核心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说实话，一部没有续集、没有动漫衍生加持、非平台自制的单季剧，凭什么能够跻身这个级别的 IR 矩阵？这个问题背后藏着行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在爱奇艺公布的 IP 营收结构里，118亿元是长期 IP 价值赛道的总营收，而热播期收入 TOP10榜单累计收入67亿元。这两个数字分属不同的评估维度，前者聚焦 IP 全生命周期的衍生收入，后者只统计剧集播出期间的直接收益。莲花楼被归入118亿元档。要知道，与莲花楼并列的 IP 包括了唐朝诡事录种地吧3成合体统、新说唱2025等系列化项目或综艺节目。在这些多季开发、系列化运作的 IP 堆里，莲花楼成了唯一的异类，一部40集的单季纯剧，没有续作规划，没有动漫衍生，甚至不是平台的自制剧。它凭什么？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也更复杂。如果你以为莲花楼的成功只是偶然，那可能低估了它的商业爆发力。线上周边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这是2025年的数据。具体到单品，石兽村炸毛花花冰箱贴单价169元，娃娃菜毛绒挂件售价109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商品，却长期霸占爱奇艺热销榜 TOP1的位置。最让行业惊讶的是李莲花手办的众筹项目，130万元的众筹金额，达成率559%。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户对李莲花这个角色的情感投入，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消费范畴，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和价值投资。这还不止，莲花楼的长尾效应在数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23年播出后，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李莲花角色热度依然破亿，创下单日38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的记录，弹幕总量1.7亿条，互动量5.8亿次，这些数据都刷新了平台的历史记录。更值得玩味的是，莲花楼60%的收入来自播出后的第2年。这种跨周期的收入结构打破了影视行业速爆速冷的传统魔咒。从古茗奶茶联名销量破1000万杯，到文旅联动开发扬州实景主题区，再到剧本杀、主题乐园等衍生业态，莲花楼实现了一部剧盘活一条产业链的商业奇迹。但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演员和一段表演。诚意在莲花楼中的演绎被观众称为换魂式演技。这种说法不是粉丝的夸张赞誉，而是对表演本质的精准描述。李莲花这个角色原本是江湖第一高手李香怡，因10年前东海一战重伤坠海，隐姓埋名退隐江湖，化名成为游一。他4岁遭灭门之祸，流落街头；15岁成为天下第一高手，20岁问鼎武林盟主，却在巅峰时期遭同门下毒重伤，最终选择以莲花楼马车为居所，种菜养狗，靠替人诊病谋生。这样的角色设定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诚意的表演精准拿捏了李香怡的天下第一与李莲花的市井游医双重身份。红绸舞剑的桀骜狂放与田间种菜的被懒松散，形成强烈的戏剧反差，却又通过柔和的冷漠、敷衍的底层逻辑贯穿始终。细节决定成败。在竹林相认戏中，
程毅通过瞳孔震颤、嘴角微抿的微表情，将角色10年直面崩塌的经痛压缩在10秒的眼神戏里。断敌决裂时佝偻时敌的背影，用肢体语言传递锥心之痛。这种减法表演甚至引发了全网逐帧解析的热潮。为了契合必查毒发病弱感，程毅刻意保持饥饿状态，设计了气息虚浮的说话节奏与不受控的指尖颤抖。这种对生理细节的真实沉浸，让观众产生他真在病中的代入感，甚至担忧演员本人的健康状况。央媒评价其带着角色的骨血在演戏。原著作者滕平惊叹：“半个李莲花遇到半个李莲花。”这种演绎使李莲花从剧本符号升华为情感载体，成为 IP 不朽的灵魂。角色不再是角色的故事，而是观众自身情感的投射。我们都曾是想赢的李香怡，最终却要学会做释然的李莲花。这种超越剧情的情感共鸣，才是 IP 能够跨越周期的根本原因。莲花楼的成功开始动摇行业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传统的 IP 开发逻辑依赖的是系列化运作、流量明星带动，要么是自带人气的超级 IP， 比如《庆余年赘婿》这类原著粉丝众多的作品，要么是能够拍续集、长久带来收益的系列剧，比如迷雾剧场系列。但莲花楼打破了这个规律，它没有前传，没有续集，没有动漫衬托，就是一部拍完就算完的单季古装剧。能够在众多剧集中脱颖而出，靠的不是 IP 带来的红利，而是程毅扎实的演技和李莲花这个充满生命气息的角色。这种转变正在改写行业对扛剧能力的评价标准。扛剧一词原本是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在行业内，扛剧已经不再是单一指标能够衡量，至少包含4个层面：播放数据、市场号召力、主流奖项和商业价值。而播放数据又细分为网络平台播放量、电视收视率、云和有效播放量等不同维度。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平台对扛剧的定义正在发生微妙转变。过去几年，行业曾有过迷信流量的时期，能码到顶流基本就能开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平台不仅要看主演过去几部作品的平台数据，还要看剧本新意、题材导向、幕后团队等更多要素。莲花楼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演技驱动的 IP 开发路径。当市场越来越冷，观众的观剧决策也没那么积极时，用流量演员就意味着制作成本高、风险大，平台对演员数据的要求会更高，选择更谨慎。在这个背景下，能够依靠演技实现角色升华，带动 IP 长尾价值的演员开始显示出独特的优势。程毅的案例显示，演技派演员不仅能扛剧，还能造剧，通过角色深度塑造，驱动 IP 跨越周期，实现多元价值延伸。从周边销售到品牌联名，从线下体验到文旅融合，演技成为 IP 情感连结的核心枢纽，也成为商业变现的关键要素。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莲花楼为什么能？答案可能就在程毅的表演里。他让李莲花从一个虚构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神符号。这种情感链接的强度超越了剧集本身的播放周期，转化为了持续的商业价值和用户忠诚度。当平台方如爱奇艺把程毅主演的《莲花楼》《富山海》《天地剑心》3部作品包揽周边热销榜前3，当莲花楼成为平台 IP 商业化标杆，这背后的信号已经相当明确。演技派驱动的 IP 开始显示出更强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行业的评价体系正在从流量数据向演技续航力倾斜。这不是说流量不再重要，而是流量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表演基础上，才能转化为持久的商业价值。在内容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演员抗拒力可能正在成为 IP 开发的新标准之一，这推动着行业向更重表演、重故事的本质回归。莲花楼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 IP 价值不是靠续集数量堆出来的，也不是靠营销炒作吹出来的，而是靠演员用骨血演绎出来的。当一个演员能凭一己之力让一个角色成为文化符号，让一部单季剧成为商业标杆时，行业的规则就已经在改变了。演技的时代或许才刚刚开始。